各位同學，上兩回我哋講到北宋為咗解決貧弱嘅局面，喺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教育各個層面上面進行改革。當中規模最大、維持最耐嘅就係王安石主持嘅熙寧變法。但係維持咗17年之後，就因為官員之間嘅不和以及失去皇帝嘅支持而黯然落幕。雖然個變法失敗咗，但係變法嘅思想已經深入朝廷官員嘅內心。因為咁樣而令朝廷撕裂成為兩個派別，就係支持改革嘅新黨，以及係守舊派大臣為主嘅舊黨。兩黨嘅人喺朝堂上面各執一詞，而且互相排斥，對北宋中後期政局造成極大嘅混亂，間接加速咗北宋嘅滅亡。今日我哋就嚟探討新舊黨爭嘅情況，請同學翻開書嘅109頁。咁究竟個黨爭係點樣嚟嘅呢？如果真係要查根究底嘅話，早已經喺范仲淹變法失敗嗰陣，已經係一個開端啦。范仲淹提出嘅十事疏，佢改革嘅政治見解喺度衝撞緊擁有既得利益嘅官員。呢啲官員當然唔希望改革，因為改革嘅話會威脅到佢哋嘅官位同埋財產，所以就大力反對。當時范仲淹嘅支持者唔多，佢嘅聲音好快就被壓制落嚟。但係佢嘅思想已經成為後嚟改革嘅先聲，所以就有咗後嚟嘅王安石變法啦。而王安石係改革嘅實際執行者，執行期間佢亦都類似同守舊嘅大臣出現碰撞。當時守舊嘅大臣包括有司馬光、歐陽修、蘇軾等等嘅人士。講少少題外話先，同學小學嗰陣可能有聽過司馬光嘅故仔。話說就有一個小朋友唔小心跌咗一個水缸入邊。後嚟就有一個小朋友拎嚿大石頭一嘢撞爆咗個缸，救咗個小朋友出嚟。嗰個英勇爆缸嘅小朋友就係司馬光啦。言歸正傳，由於王安石當時得到神宗嘅支持，佢係當時嘅宰相，有任官嘅權利，而同時呢班守舊嘅大臣喺朝廷入面佔據住高位，王安石一時之間冇辦法喐到佢哋，所以佢就自己培訓一班新進嘅官員。全部都係支持熙寧變法嘅，例如係呂衛卿、張敦、曾布等等嘅人物，亦即係之前提到嘅呢班新人行事嘅作風係比較急功近利，亦都係品行上面有虧缺嘅人。因此守舊派嘅大臣形成咗一個黨派，就係舊黨，而王安石以及佢嘅支持者同埋佢起用嘅新人為之新黨。兩者有住唔同嘅政見。因為政見同埋政治光譜嘅唔同，就出現咗對立嘅情況啦。喺王安石執政期間，由於位高權重，同時背後有皇帝撐腰，所以新黨人得勢，司馬光等等嘅舊黨勢力就受到壓抑。大神宗死咗之後，就由宋哲宗繼位。喺呢段期間，朝廷起用翻舊黨，將王安石嘅新政一概廢除，將新黨嘅人物全部排斥、放逐、炒魷魚。自此之後，兩派嘅人衝突就更激烈。你做初一，我做15。今日舊黨排斥新黨，他朝新黨得勢，又如法炮製咁樣對待舊黨黨人，兩家喺度冤冤相報。而到咗宋徽宗呢段時期，就由新黨嘅蔡京專權。當時司馬光已經一早去世，但係蔡京死唔甘心，點都要對舊黨嘅人進行政治清算，唔報仇唔安樂。只不過大家應該都仲記得，宋太祖規定後世皇帝唔俾殺士大夫，皇帝都尚且敬重文官，咁小小嘅宰相蔡京又點可能有呢個權柄直接殺人呢？既然唔可以殺人，於是乎蔡京就把心一橫，將司馬光為首嘅舊黨等等100幾個官員全部都列入奸黨人碑，將佢哋全部都定義為奸臣。呢個碑咧仲有個本名嘅，佢就叫做元祐黨籍碑。元祐咧係宋哲宗時期嘅年號，當時舊黨專政，所以舊黨亦都叫做元祐黨人。點解蔡京要去立個碑去寫衰嗰班舊黨呢？呢個就同中國讀書人最高嘅理想有關係啦。嗱，中國士大夫嘅理想就係立功、立言、立德，即係佢哋想喺世上建立不朽嘅功名，然後青史留名。就係想後人都知道佢嘅大名，當然就係要流芳百世，留下美名啦。所以讀書人對付讀書人最狠最毒嘅方式，就莫過於要佢哋遺臭萬年。司馬光仲在生嗰陣，蔡京仲未成為宰相，
地位都比司馬光低，所以整佢唔到。而家上咗位啦，偏偏司馬光已經唔喺度，咁蔡京死都要去整臭整衰人哋個名，等後世嘅人都去鬧佢，佢先過得安樂。蔡京呢種人呢，與其話佢狠毒，倒不如就話佢好幼稚。明星呢家嘢不過係啲文字遊戲嚟嘅啫，所以你認真就輸了。而且你所做嘅嘢，世人係有眼見嘅。後嚟嘅史家編寫史書《宋史》，就將蔡京列咗入奸臣列傳入面，真係善惡到頭終有報啦。至於宋徽宗年間，因為當政嘅係蔡京本人，咁亦都自然任用新黨嘅人排斥舊黨嘅人。就係咁，新舊黨爭由王安石執政時期起，到宋徽宗時期蔡京當政，舊黨勢力逐漸沒落為止，總共維持咗50幾年。呢段期間，宋朝嘅國策搖擺不定，新黨嘅人當政嘅時候就採用王安石所頒布過嘅新法，到舊黨人執政嘅時候又將新法完全廢除，一時一樣，臣民無所適從，帶嚟政治社會上面嘅混亂。而且朝廷上面嘅風氣亦都非常之敗壞，官員之間為咗堅持自己嘅政見而互相去攻擊，到後嚟演變成為純粹維護自己權勢嘅鬥爭。忠良正直嘅官員根本冇辦法喺官場上面生存，令到上位嘅都係啲奸惡嘅小人，而蔡京正正就係奸臣嘅代表。而蔡京本人亦都極其貪腐，同時又好有政治嘅野心，為咗鞏固權力，佢可以不擇手段。民間對佢嘅印象亦都非常之惡劣，因為蔡京為咗討好宋徽宗，不惜搜刮百姓嘅財產，向宋徽宗貢獻奇珍異石，博取宋徽宗嘅好感，咁佢嘅權位先至可以鞏固起上嚟。朝廷內部嘅腐敗，咁啱北方嘅遼國亦都出現同樣嘅情況，遼國亦都走向衰亡嘅邊緣。而昏庸嘅宋徽宗同埋貪得無厭嘅蔡京，以為呢個時候可以打敗遼國，乘機收復翻失地。但係佢哋細都估唔到，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。喺更遙遠嘅東北亞，新興嘅女真族逐漸強大起上嚟。而宋徽宗又以為佢哋會乖乖咁樣去聽自己嘅話，一齊企喺同一陣線去對付遼國。點知下一回，東亞嘅霸權面臨一次大洗牌。喺風起雲湧嘅局勢之下，危機逐漸逼近中原大地，北宋王朝嘅末日亦都即將降臨。究竟呢個係點樣嘅一個黑暗時代呢？記住密切留意，唔好錯過啦！以下係今堂嘅關鍵字詞，請同學抄低落嚟，課餘嘅時候記得溫書啦。對於今堂嘅內容，如果大家想有更多交流嘅話，歡迎 follow 我 IG 或者訂閱我嘅頻道。